朕已决定了，韩嫣，这几日你就做着朕的副居，走驰道去上林苑打点一切。3日之后，朕与你再去猎鹿射虎，重拾当年豪情，尽收猎物。臣必将一切安排妥当，恭迎圣驾。孙儿，你先别生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驰道向来是皇上专用，百官诸侯只能走两旁，韩嫣竟乘皇上副居，招摇从驰道正中而过。我以为是皇上圣驾，下车行大礼。枉我是皇上兄长，贵为我大汉的江都王，竟也要向区区一个韩嫣跪拜。他应该是见不到你，所以才失礼了。见不到吗？他还冲我笑呢，还在我眼前飞驰过去。祖母，皇太后，难道皇上的宠臣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分尊卑吗？还是皇上有心纵容韩嫣来羞辱我？断不是皇帝的意思，应该只是韩嫣小人得志，失了体统。我这个藩王，还不如把封地还了，入宫当个宿卫，与韩嫣一样，岂不是更风光？孙儿啊，何必说这种话呢？祖母听到你这么说，心都痛了。是啊，你毕竟是皇帝的兄长，皇帝极念亲情，断不会为了一个小臣而与你生分的。听到没有？连皇帝的亲生母亲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骨肉最亲，都是兄弟嘛。只怕我这个隔几年才入宫朝见一次的异母兄长，还比不上韩嫣这个伴读啊。孙儿啊，你弟弟向来知分寸，只是有时候朝事繁忙，顾此失彼，才让这等烈臣放肆。有皇太后在，自然会还你公道的。这韩嫣敢乘副居走驰道，相信是皇帝御准的，恐怕不能以此罪来治他。韩嫣嚣张，要找到他违法失礼的罪名，绝非难事。皇太后，你说是吗？太皇太后所言甚是，臣妾定会清君侧。谢祖母，谢皇太后。皇太后召臣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？素闻韩大夫对五彩宝石和金丸颇有心得呀。皇太后若对此感兴趣，臣就把最上乘的宝石金丸献与皇太后鉴赏。又素闻韩大夫的那些金丸，每粒都刻有印号。是的，这才显得气派。若皇太后也想在金丸上刻字，臣可以为皇太后构思。不必了，拿上来。这颗金丸，就像你的那般，刻上名字吧。皇太后，这……魏姬，你是从何得到这金丸？回皇太后，是掖庭侍女绿婵教育奴婢的。她又是从何得到？为何而得？又为何交给你？回禀皇太后，奴婢与后宫侍女素有来往，闻知绿婵生病卧床不起，前去探望，才知绿婵被韩大人欺辱，忧郁致病。事后，韩大人竟以金丸将她收买，绿婵为其权势而不敢告发。经奴婢劝慰，绿婵愿亲政淫秽后宫之徒，并交出金丸以作证。也就是说，人证物证俱有。请皇太后明鉴，确是臣一时糊涂犯错。不过在这深宫之中，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。
是魏姬少见多怪，请皇太后切莫记挂这些小事，臣定当呈现珍宝。荒唐！这是小事。韩嫣，你果然大胆。若不是魏姬心细发现，受害之人定会忍气吞声下去，你岂不更加嚣张了？韩大夫也承认，这种事情在后宫时有发生。可想而知，后宫还有多少宫女曾受欺辱，可却慑于奸人淫威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绿婵这次能挺身而出，实属不易，请皇太后替她做主。汉宫绝不允许这等淫贼胡作非为。来人，皇太后恕罪，将韩嫣拖出去，斩首示众。皇太后饶命啊！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是魏姬，她恨死了臣；是绿婵，她有意亲近于臣。拖出去！臣纵有一死，也求见皇上最后一面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参见皇太后。母后金安。宫中有如此污秽之事发生，竟还说见怪不怪，哀家没法安呐！陛下救命啊！韩嫣她淫乱后宫，她陛下，人难免有七情六欲，这事情在宫里见怪不怪，何足死罪？请陛下替臣做主，陛下救臣啊！母后息怒，此事就交由儿臣处理，定不会让母后为难。皇太后，既然皇上愿替皇太后分忧，何不将此事交与皇上？我想，绿婵在病中，若得皇太后关注，定比灵丹妙药更有效。何不让奴婢陪皇太后去看看她？好吧，哀家就去问清楚绿婵。哀家倒要看看韩嫣还有何话说。幸好陛下亲临，不然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罪行滔天，怎可不明不白就死了？你的舅父孙轩已经被段宏找到，你主使他找人抓卫青，还将罪行推卸到无辜百姓身上，单凭这一件事，就足以赐你死。还有贪图私利，罔顾百姓生死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死罪。这都是冤枉啊，冤枉啊，陛下！你当年于苦饥寒之时，竟以竹金丸做游戏，戏弄百姓，多次弄出人命。百姓为证，你通风报信，害死朕的2位恩师，朕也可以作证。今日，朕就要为被你欺凌虐杀的百姓，为被你害死的忠臣义士报仇雪恨。陛下忘了儿时的诺言了吗？陛下说过，无论臣做错什么事，陛下都不会杀臣的呀。君无戏言啊，陛下。皇上是答应不杀你，但现在要杀你的是皇太后。皇上效你，自然不会服逆皇太后的懿旨。陛下不会借剑杀人的是吗？是吗，陛下？朕不会借剑，这剑是你自己进献的。纵使臣有千错万错，但臣与陛下毕竟一起长大，姑请陛下念在从小臣侍奉陛下的情面上，并以此宝剑献给陛下，将功抵过。臣必当全心全意侍奉陛下，效忠陛下，为陛下铸造更多削铁如泥的宝剑，戴罪立功。削铁如泥，他还真以为这剑能连削3把利剑。当日只是为了增添你的气焰，也酿成了你今天必死的结果。不过，这把剑也有用，它可以让你死得更痛快些。陛
下，你好倔。今日孩子不闹了吧？不闹了，孩子听出琴声舒畅，正为陛下高兴呢。朕能舒畅，全靠朕的好子父。韩嫣才会多行不义而自毙。是陛下英明，想出良方。也要你心善，对宫中众人都以心相待，才能接触会试。更要你说理说情，才能劝服绿婵指证韩嫣，让母后有理由杀他。子夫只是遵循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关顾后宫的旨意。来，将来朕的这个皇儿，一定会像他母亲一样，谦恭仁爱，聪明贤德。那子夫也弹奏一曲，以谢陛下夸赞。好。再用力些，用力，好，再用力啊！啊！这是太医令给的药，能让你提气加力。来，呼吸，呼吸，好。为姬这胎久久不能顺利生下，望诸神仙祖庇佑，能顺利诞下皇子。苍天保佑，为子夫千万不要生儿子。无论男女，最好夭折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驾到！皇祖母、母后，陛下晚安。平身。皇帝自重，皇帝金躯，唯恐污血晦气沾身，再等一下吧。啊！陛下，恭喜陛下，母女平安。好，好，平安就好。小公主聪明可爱，第一声啼哭是报母女平安，再次啼哭是恭请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陛下万福金安。恭喜陛下，喜得公主。子父，辛苦你了。怎么会？你看，多标致。祖母、母后，这公主多乖巧可爱啊！这个小公主啊，生得真是可爱，真讨人欢喜呀。公主也挺好的。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，都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朕都开心。传朕旨意：4城中，鳏寡孤独每户粟米2斗，与民同庆。还有，敲钟昭告天下，未央宫喜天公主。
小公主芈月将至，为庆贺皇女，赏赐她3色锦10匹，玉串饰1串，银镯1对，九子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知母后意下如何？乃生女子，在弄之瓦。这纺篆虽只是把弄的玩具，但寓意深远，是祝福小公主心灵手巧、贤淑慧侠的吉祥物，不能马虎。诺。祖母对小公主疼爱有加，孙儿替她谢过祖母。还有小公主平安降生。太医令、汝医等赏赐黄金2锭，鲍氏宫女兰陵殿上下各人等赏白银1锭。不知母后觉得可好？好。那么魏姬，祖母，当年说过不赐魏姬封号，以学习宫中礼法规矩。期限已过多时，现在他又为朕添了第1个孩子，封魏姬为夫人，实在是名正言顺，请祖母成全。皇帝就因为魏姬生了第1胎，就要册封她为夫人，未免急了点儿吧？这样的话，是要置皇后的颜面于何地呀？更何况，那也不过是个女娃。可是，祖母，彻儿，你还是要顾全大局。太皇太后说的没错，封赏过重，只怕会惹得后宫不安宁。如今赏小公主厚礼，已经是莫大的恩宠了。臣妾这就去吩咐准备赏赐的礼物。你去？后宫之首是谁呀？这种事。当然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那臣妾就去告诉娇儿，明月礼上封赏。哦，不对，是只赏不封。哀家又没说不封。搞那么大阵势，还不就生个女儿？哼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看他就是个福薄之人，就算赏赐再多，也飞不上天呐。他让祖母足足等了10个月，可结果呢？哼！你有没有看到当时祖母的神情？与其生个女娃，倒不如不生，免得惹人失望。皇后、窦太主，众嫔妃已经在殿外等候宣召，说是要先来向皇后请安，再陪皇后一起去兰陵殿。来。哎呀，看啊，多美呀！娇儿，任人家拼了命的生孩子，可这后宫始终都是有嫡庶尊卑之分，皇后就是皇后。大家始终都是要看你的脸色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6宫之首可要恭喜恭喜魏姬了。就这样，每天活动一下，小公主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她笑了，以后公主得常来啊，教教我。放心吧，慢慢就会了。记得我刚带仙儿的时候，比你还忙乱，但现在啊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了。前2天仙儿发烧，君侯他急着要求医，我猜啊，应该是要长牙了。果然是。皇后驾到，各位嫔妃到。毕竟是皇上的第1个孩子，封赏是少不了的。你等着领赏吧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，佳人子魏姬受赏。
小公主芈月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特意赏赐3色锦10匹，银镯1对，9紫圆帘1套，金纺篆1个。不只有赏，还有封。奉太皇太后懿旨，为姬为后宫添福，增辉采税，喜比钟离。封为姬所生女儿为卫长公主。怎么，还不谢恩？奴婢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圣恩。还有，魏姬，我也有礼物赐你。春玲，洛。我知道你才这样一个佳人子，实在月俸不多，辛苦生下了这女儿，死了身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让你好好补补身子。谢皇后。沈家，把卫长公主抱给皇后和各位姐姐看看。我来吧。诺。卫长公主啊，你是皇上的心头肉，皇上每日都非要见你不可。将来呀，哪个敢惹你讨厌，就遭殃了。哎，你们不沾一下他的福气，吃亏的可就是你们了。平阳公主说的是啊，怎能不沾沾小公主的福气呢？小公主果然俊俏，你看这小嘴巴，长得比卫姬还好看呢。小鼻子也挺英气的，可惜不是个皇子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想到生个公主。真的啊，你看，这鼻子像极了皇上，真好。卫姬啊，是有女儿就心足了，能生个女儿承欢膝下，也实在是难得。这种福气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呢。奴婢失礼了，姐姐们来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招呼你们。喜娘，哎，快把我做的糕点拿上来。诺。不必了，我还要陪太皇太后去赏花，你们自便吧。哦，我也先走了。我也有事要走了。哎，姐姐等我，我也先走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来，陛下，你看，这一片春雾，真的仿若仙境一般。你还有心情赏景啊？告诉朕，未得册封，难道没有丝毫埋怨朕？怎么会埋怨陛下呢？我们的女儿有赏有封，奴婢从来没有想过女儿能如此风光。至于奴婢有没有封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奴婢知道陛下厚爱，已经知足了。女儿就是陛下给奴婢最好的赏赐。其实祖母这次真是应该。请陛下不要埋怨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自有她的想法。若奴婢刚有所出即获封，必会招致其他人的不满，倒不如顺应了太皇太后的心意。毕竟，知足是福，知止不殆。有你在朕的身边，
才是朕的福。你猜我们的小公主现在睡了吗？陛下刚刚一直抱着她不肯放手，怎刚一离开又想她啦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嫉妒了？下去吧。诺。今年设宴赏花不同往年，适逢魏长公主出生100日，那杏花又开得特别灿烂，是吉兆啊！杏树开得繁茂，定是恭贺汉室添了小公主。平阳说得好，魏姬当初也是你举荐。汉室天女，你也算是有功，就赏你金子一钗吧。谢祖母赏赐。依孙儿看，那杏树如此繁茂，是预示汉室开枝散叶，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祝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好，好，好，娇儿，你统领众妃，恭敬人和，我已命人特别准备了烽火树赏你，又给夫人、美人、良人各赏金叶梨1枚，希望你们继续为后宫添福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魏姬。奴婢在。魏长公主能转身了吗？要是能转了，就赏她玉姬玉床，象牙殿绿熊席。回太皇太后，小公主还在学。哦，那就赐5色纹玉环吧。奴婢代魏长公主谢太皇太后。还有，赐皇太后、馆陶公主御酒各1樽。谢母后。好啦，现在人人都有赏赐，皆大欢喜啊。祖母，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有赏呢。啊？瞧我，果真是漏了一个人呐。彻儿还未赏赐。哀家知道，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“准奏”2字。谢祖母。魏姬上前。之前朕向太皇太后请旨，册封你为夫人。今太皇太后赏赐准奏。爱民，小的在。命知然署预备女官残服，让太史令择吉日，正式册封魏姬为魏夫人。诺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，谢陛下。
皇太后万安。祖母万安。秋萍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怎么，还在生气呀？以往皇祖母来，你不都是殷勤相待吗？孙儿贵戚不在了，比不上兰陵殿那些野花野草，又没有媚术，博不了皇上欢心。如今，连平日最疼爱我的祖母，也不在乎我了。你这孩子啊，连哀家的心意都不明白，真是枉费哀家的一番苦心。哀家这个当皇祖母的，一要护你的面子，二要保你的后位，三要让皇帝宠爱你。你要体谅哀家的难处啊！祖母难，就因为疼我太难了，所以今天就护着别人。唉，当年说好1年不封，如今1年有余，魏姬现在连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却迟迟不封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皇后的颜面。那祖母今天还……哀家虽然这样处事不公，难得魏姬仍孝顺如故，皇帝也不计前嫌。如果哀家还不册封，就难保皇帝对你不再宠爱了。孙儿错怪祖母了，可是我今天真的难受啊！所有人都在看我，他们都像看好戏一样。娇儿啊，身为皇后，这种事是必经的。今天是魏姬，明天又会是其他妃嫔，这种场面一定有你的份儿。你受不了，又如何当皇后呢？我错了，都是娇儿的错，是我心胸不够豁达，又多年无子，辜负了祖母的厚爱。有所出如何？无所出又如何？哪怕魏姬生的是个儿子又如何？不是皇后亲生，将来最多也只是封个王，替汉室做边疆藩平。娇儿，你还年轻，路还长得很啊！你记住，你永远是皇祖母的心头肉。娇儿会永远服侍祖母，会永远孝顺祖母，会做个听话的孙儿的，还要做个会体贴的好妻子。彻儿这阵子为边关苦心竭虑，你就别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娇儿明白。去西域，朕不准。张骞出使好几年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你要替朕去找，去哪里找？每次西域稍有异动，陛下都忧心忡忡。要张骞出使，就是望他带回西域的山形地貌、军情布局、物资民丰，以求知彼知己，将来百战不殆。这是艰巨，不能急于一时。近日外敌多有蠢动，危机更大。你不必冒这个险。陛下。正是因为外敌蠢蠢欲动，更需要了解西域，窥其全貌，以图谋策。陛下虽未明说，但臣明白。朕问你，你突然要往关外去，是要寻找那结发女子？若是为此，朕派人替你找。陛下，臣已不再眷恋旧情，决心割断情丝。此番前去，只是因为佩服陛下雄才伟略，
爱民如子，愿效犬马之劳。你可知去西域是九死一生？臣曾驻守边关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。此番出使寻找张骞，打探外敌虚实，臣比任何人都更能胜任。陛下，臣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如能为君分忧，报陛下如山厚恩，乃臣之所愿，请陛下恩准。魏姬急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我封夫人，弟弟封太中大夫都是好事，本想设宴同欢共乐，可是却听说段大哥请旨出使西域，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我大志能展，魏姬该为我高兴才是啊。可段大哥，想必你也知道，西域边境灾祸不断，外敌横行，盗匪不绝。就算你想建功立业，也不用非选这种地方。段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既然说过大家亲如一家，若段大哥有什么事，就说出来，我们好替你分忧啊。子父，我确实心中不快，因为抱负难展。卫青练骑射、学剑法、读兵书，擂台挑战，力取官位，为的是什么？不也就是因为血拼沙场，护国为家，扬眉吐气吗？我虽非将才，皇上亦待我不薄。这次有机会一展抱负，也算凭自己的本事尽忠于皇上。可是，子父，男儿志在四方。如今卫青贵为太中大夫，证明他既能保国，自然也能护家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不用再劝，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吧。那段大哥何时动身？后天有事。这么匆忙？后天是我的册封之日，那这么算下来，我无法为段大哥践行了。不用了。那怎么行？段大哥像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怎么能就这么走呢？段大哥，可否延迟几日再走？待我册封之后，设宴为段大哥饯行，我想皇上一定会同意的，好吗？子夫，你是想要编一个平安节吗？系腰间土勋上就不会掉了。要不再劝劝段大哥，叫他别走了。西域可真是挺凶险的。已劝不来了，何况他是为皇上分忧，我该感激才是。你也别担心了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不止段大哥，卫青也是要上阵杀敌的。建功立业、兴国安邦固然是好，能够平安归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即使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可以做的也只能是祝福了。这平安节你来编吧。卫子夫上前听风。皇上有旨，
魏氏子夫，贤良淑德，诞下皇女，慈范堪嘉，特封为夫人。从此承续懿德，福泽后宫。令皇上赏魏夫人金银各500，绫罗绸缎50匹。臣妾谢皇上圣恩。恭喜魏夫人！谢谢各位姐姐。我早就说过嘛，妹妹封夫人是迟早的事。魏夫人以后可要多多照应我们姐妹呀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心连心。我只求大家和和乐乐。皇后金安，快快请起。魏夫人又为汉室诞下第3个女儿，辛苦了。切记要好好保重身子。谢皇后关心，请皇后上座。我是来带太皇太后送礼物给小公主芈月的，没想打扰你休息。点心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皇后。这是玉麒麟，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一胎一胎的生，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。太皇太后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。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，实在愧疚，累及皇后更感不安。希望带了这麒麟送子，朱毅啊，就能带来个皇帝。你明白就好，下一次可别再让皇上和2位太后等上10个月，又再次失望了。皇后，你看，朱毅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。朱毅乖，我们摇着麒麟，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！别让2位太后和你父皇失望了。臣妾带小公主，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。可真是不巧啊，小公主一出生就碰上高祖庙失火，难怪有人说是灾星降世啊。但是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再怎么说也是龙裔啊。不过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，所以2位太后决定不摆百日宴了，只能委屈她了。皇后别这么说，小公主不委屈。在失火之后，臣妾就反复思索，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，与礼不合。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，现在好了，原来2位太后早有此意。如今，臣妾也就心安了，让朱毅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。你明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摆驾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，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寇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
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哦，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姿事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他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他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。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他。他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他有违孝道，二来他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怎能服众啊？他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他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诺，祖母，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？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，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、知宿部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布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。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知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父。子父心中感激。当日加辞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蓝亭畔，教我点放烛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
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。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藤姬有心了。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西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，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奉体为安，祈福。好。皇祖母，城楼上风很大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没事，哀家想再感受一下这居高临下、壮观的豪情。彻儿，你替哀家放眼看看，这河山是否一如往昔秀丽壮观？一如往昔。好，好。河山没有变呐，但是我的彻儿变了，俊威凛凛了。彻儿长大了，稳重了，懂事了，国事家事自有主张。哀家的眼睛虽然看不清，可是心是雪亮的，站在这儿就可以感受到大汉的子民安居乐业，气象和顺啊！好啊，彻儿，你初登帝位，总以为祖母处处阻拦你，你可知道？当时你只是一个20岁不到的新君呐，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小人阿谀奉承，有多少豺狼虎豹拥兵自重？哀家是怕你年少气盛，中间难分呐。当初虽然没有体会祖母一片苦心，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孙儿已明白祖母所做的一切皆为大汉着想。祖母比孙儿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高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祖母，就算有冤魂来找哀家也不怕，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祖母你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励精图治，
祖母一片苦心。好，好，那祖母就放心了。夕阳虽好，却已是黄昏，跟哀家一样，时日无多了。祖母为大汗造福匪浅，见得深广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哀家的身子，哀家自己清楚。再说，长命百岁又有何用？只盼孙儿能替大汗承先继后，能够成为开创盛世的千古帝皇。孙儿一定不负祖母所望。那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一个老人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能够盼得孙儿成才成器？孙媳贤孝了。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啊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帝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，可是，一切自有天意。
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得诏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。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10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他的刁蛮跋扈。子服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
这几十年来，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但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。哀家所有的金银财物，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。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。让哀家好牵挂呀！哀家留给你的，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，一道保命符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2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
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后宫之首是谁？当然要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皇后，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我这个做母后的，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母后别再难过了。我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太皇太后走了，按理说我本应该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……儿臣知道，深宫数十载，我虽登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却没有一刻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以后，母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出生，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；你聪明讨好，我怕你招人嫉妒；你处理太子，我怕你遭人陷害。直到你登上皇位，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，被拉下来。母后可以做的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，在祖母身边，一直替你说好话，保住你的皇位。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盛，才让母后经常为儿臣担忧，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，好贴切呀！几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我的晚年了。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地安享晚年。母后顺心，儿臣才能顺意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。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母后曾经受的一切委屈，就都不算什么了。